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豪华酒店的璀璨灯光下，宋雨薇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将订婚戒指狠狠摔在我的脚下。就凭你这个穷鬼，也配娶我？嘲笑声如潮水般涌来，每一声都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。3年感情，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。宋雨薇的眼中没有丝毫不舍，只有赤裸裸的厌恶。雨薇说的对，凌晨你就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陈浩轩搂着宋雨薇的腰，得意洋洋地看着狼狈的凌晨。我拖着红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看着台上光芒万丈的宋雨薇，她穿着价值10万的晚礼服，像个高高在上的公主，而我穿着淘宝买的西装，格格不入地站在角落。凌晨，过来。宋雨薇的声音很冷，没有丝毫温度。我走上前，心中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，也许他只是想给我一个惊喜。毕竟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。各位来宾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。宋雨薇拿起话筒，清脆的声音传遍整个宴会厅。我的心开始狂跳，我要和凌晨解除婚约。轰！整个世界仿佛塌了，我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，一半一半地掉在地上。为什么？我的声音沙哑得可怕。宋雨薇冷笑。为什么？凌晨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月薪5000的程序员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我宋家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你这样的穷鬼？台下响起窃窃私语声。早就说这2人不般配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宋小姐终于醒悟了，每一句话都像耳光一样抽在我脸上。我想起3年前她说喜欢我的单纯，想起她说过只要我们相爱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原来都是骗人的。雨薇，我们3年的感情，我还想挽回。感情？宋雨薇打断我。凌晨，你太天真了，我和你在一起不过是觉得好玩而已，现在玩腻了，自然要回到现实。陈浩轩这时候走上台，将宋雨薇搂入怀中。雨薇，别和这种人浪费时间了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满是轻蔑。凌晨，识相点，赶紧滚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我握紧双拳，指甲嵌入掌心，血液的腥甜味在嘴里蔓延。给你10万，当做这3年的补偿。宋雨薇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，随手扔在地上。10万，我的尊严就值10万。我弯腰捡起支票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慢慢撕成碎片。宋雨薇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说完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宋雨薇的嘲笑声。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早点甩掉你这个包袱吗？走出酒店，夜风吹在脸上，刺骨般冰冷。我走在街头，像个行尸走肉。手机响了，是公司老板老王的电话。小林，听说你今天订婚，恭喜恭喜啊！老王的声音很开心。我苦笑。老王，没有订婚啊？怎么回事？被退婚了。我简单说了经过。老王沉默了一会儿。小林，别难过，是他没眼光。你这么有才华，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好的。谢谢老王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路边，看着来往的车流，霓虹灯闪烁，照亮这个繁华的都市，却照不亮我内心的黑暗。3年啊！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了他，为了配得上他，我拼命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攒钱买他喜欢的礼物。可到头来，我在他眼里连个玩具都不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仰头看着星空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机械般的声音：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达到临界值。神豪系统激活中，
激活成功，宿主林晨，初始资金1000万人民币。任务：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后悔。我愣住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可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：宿主，这不是幻觉，恭喜您激活神豪系统。系统，我小声嘀咕，这不是小说里才有的东西吗？本系统来自高维文明，专门帮助有潜力的宿主实现人生逆转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人注意到我在自言自语，才继续问：那个初始资金1000万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请查收您的银行账户。我颤抖着掏出手机，打开银行啊，余额显示10,000,000元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再看一遍，还是1000万。这是真的。我的声音都在颤抖，千真万确。不过宿主需要注意，系统资金必须用于提升自己或完成系统任务，不能用于非法用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1000万对于月薪5000的我来说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系统，那个任务是什么意思？让所有看不起您的人后悔。具体来说，就是通过您的努力，让那些曾经瞧不起您的人刮目相看，甚至后悔当初的行为。我想起宋雨薇刚才轻蔑的眼神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斗志。好，我接受这个任务。很好，第一个阶段任务，在1周内让宋雨薇主动联系您，完成奖励，解锁商业天赋技能。1周内让宋雨薇主动联系我。刚才他还说永远不想再见到我。不过既然有了系统，我就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。我站起身，拦了辆出租车回家。在车上，我开始规划接下来的行动。首先，我需要改变自己的外在形象，明天就去买几套好西装，再换个发型。其次，我要让宋雨薇看到我的变化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现在她经常去的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想起宋雨薇最喜欢去的那家高档咖啡厅。明天下午，她通常会和闺蜜在那里喝下午茶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今晚的屈辱。宋雨薇说我配不上她，陈浩轩说我是癞蛤蟆，那些宾客的嘲笑声，等着吧，很快你们就会后悔的。我在心中发誓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请了假，直奔市中心最高档的商场。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导购小姐看到我的穿着，眼中明显闪过一丝轻视。我要买几套西装，最好的那种。哦，那边有些打折的款式，价格比较实惠。导购显然不相信我能买得起太贵的。我直接拿出手机，打开银行给他看了一眼。我说的是最好的，价格不是问题。导购小姐看到余额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先生，这边请，这是我们店里最顶级的定制系列。1个小时后，我花了8万块买了3套顶级西装，还配了鞋子、手表和领带。换上新衣服，我对着镜子看了看，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。系统，我现在看起来怎么样？宿主的外在形象提升了60%，建议再配一辆豪车，效果会更好。豪车？我想起陈浩轩开的那辆法拉利，心中一动。有什么推荐吗？建议购买迈巴赫 S600，既低调又奢华，符合宿主目前的身份定位。我查了一下价格，大概200万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完全负担得起。2个小时后，我开着崭新的迈巴赫离开了 4S 店，坐在真皮座椅上，感受着这辆豪车带来的尊贵感。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有钱的快乐。
下午3点，我准时出现在宋雨薇经常去的那家咖啡厅。果然，她和几个闺蜜正坐在靠窗的位置聊天。我选了一个她能看到的位置坐下，点了一杯蓝山咖啡，然后拿出笔记本电脑假装工作。10分钟后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天哪，那个人好像凌晨，是宋雨薇的闺蜜王美丽。不可能，凌晨怎么可能穿得起那么贵的衣服？另一个闺蜜说，真的是她，我认识她3年了，不会认错的。这时，宋雨薇也转过头看向我，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我冲她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工作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。雨薇，她那身行头得好几万吧？还有她面前的笔记本，那是最新款的苹果，要3万多，不会是租的吧？宋雨薇没说话，但我能看出她眼中的疑惑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故意放大音量接听。什么？阿里想收购我们公司？马总亲自打电话，价格多少？5000万，让我考虑一下，明天给答复。这当然是假的，但听起来很真实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到宋雨薇几人的表情都变了。我起身结账，走到他们桌边。雨薇，真巧啊！我淡淡一笑。凌晨，你……宋雨薇显然被我的变化震惊了。刚才和朋友谈生意，顺便来喝杯咖啡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我转身离开，留下一桌面面相觑的女人。走出咖啡厅，我看到宋雨薇透过玻璃窗看着我上了迈巴赫，她的表情精彩极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心情前所未有的好。看到宋雨薇震惊的表情，我就知道第1步计划成功了。系统，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宿主表现优秀，目标人物宋雨薇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您，预计3天内他会主动联系您。正说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宋雨薇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么快？凌晨，是我。宋雨薇的声音有些犹豫。雨薇，有事吗？我故意显得很平淡。你今天在咖啡厅？那身衣服？哦，刚买的。怎么了？宋雨薇沉默了一下。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？我笑了，算是吧。有个朋友推荐了几只股票，运气不错，赚了点钱。赚了多少？不多，几百万而已。我轻描淡写地说。电话那头传来倒吸气的声音。几百万？宋雨薇的声音都变了。是啊，对了，阿里那边还想收购我投资的一家公司，如果成功的话，还能再赚几千万。几千万？我能想象宋雨薇现在的表情。昨天她还嘲笑我是穷鬼，今天就发现我可能是千万富翁。雨薇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事，我就挂了。明天还要和投资人开会。等等，宋雨薇急忙说。凌晨，关于昨天的事，我想我们需要谈谈。昨天发生什么了吗？我装作不记得。就是订婚宴的事。哦，那个啊，我淡淡的说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放下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合适。不，凌晨，我觉得我们……雨薇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现在很忙，就先这样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系统，他这就联系我了。宿主的表现超出预期，不过这只是开始，要想真正让他后悔，还需要更多努力。下一步怎么做？建议宿主明天去公司上班，然后找机会在同事面前展示实力。口碑传播比个人炫耀更有效果。第2天，我开着迈巴赫到了公司楼下。这辆车在公司的破旧停车场里格外显眼。卧槽，这是迈巴赫啊，得200多万吧？谁这么有钱？
我们公司有这种级别的人吗？同事们都围着车看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过去。林晨，这是你的车？程序部的小李瞪大了眼睛。刚买的。我掏出车钥匙。卧槽，林哥，你发财了，运气好，炒股赚了点。这时老王也走了过来。小林，这车得不少钱吧？200多万。老王，一会儿我想和你谈谈。老王点点头，眼中满是好奇。上楼后，整个办公室都在讨论我的车。平时不怎么理我的女同事，现在都主动过来搭话。林晨，你真厉害，炒股能赚这么多。林哥，能教教我们吗？我敷衍了几句，然后走进了老王的办公室。老王，我想和你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老王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想投资咱们公司。我开门见山。老王愣住了。投资？小林，我有点闲钱，觉得咱们公司很有潜力。你知道的，我对技术很了解，对公司的前景也有信心。你想投多少？1000万。老王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。1000万？对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要占公司49%的股份，并且担任技术总监。老王的公司本来就资金紧张，1000万对他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。这个我需要考虑一下。没问题，你考虑3天。不过老王，这个机会可能就这一次。走出办公室，我看到同事们都在偷偷看我。刚才我和老王的对话声音不小，估计大家都听到了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凌晨，是我，陈浩轩。昨天的男主角也坐不住了，有事吗？我冷冷地问。听说你最近发财了？陈浩轩的语气有些不自然。一般般吧，要不出来聊聊？我在蓝色海岸酒吧等你。蓝色海岸是这个城市最高档的酒吧，消费极高，以前的我连门都不敢进。好，我马上到。1个小时后，我走进了蓝色海岸，陈浩轩已经在卡座等我了。凌晨，快坐。陈浩轩起身迎接，态度和昨天判若两人。我坐下，直接问：找我什么事？兄弟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陈浩轩端起酒杯，我没有接。道歉就不必了，我们本来就不熟。陈浩轩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还是陪着笑。凌晨，听说你在投资方面很有天赋。还行。我有个项目，想找人合作投资，你有兴趣吗？我明白了，这家伙是想从我这里骗钱。什么项目？房地产项目，政府内部消息，稳赚不赔，只要投资500万，1年就能翻倍。我差点笑出声，这种老套的骗局，他居然敢对我用，听起来不错。我装作很感兴趣。具体怎么操作？陈浩轩眼睛一亮，开始详细介绍他的项目，其实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，用后来者的钱填前面的窟窿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陈浩轩满怀期待地看着我，确实很有吸引力。我点点头，不过我需要看看相关文件。没问题，明天我就给你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看了一眼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林先生吗？我是华为投资部的王总，听说您最近投资了一家科技公司，我们华为有意收购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谈谈？这当然又是我提前安排的假电话，但听起来很专业。华为，我故意提高音量，收购价格是多少？3000万。这个价格有点低，我投资的那家公司去年利润就有800万，好吧，我考虑一下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到陈浩轩的表情彻底变了。华为要收购你投资的公司，3000万？是啊，
不过价格确实低了点。我淡淡的说，算了，不聊这个了。你刚才说的项目，我再考虑考虑。陈浩轩的脸已经变得煞白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昨天还被他羞辱的穷鬼，今天就成了千万富翁。林哥，昨天的事真是误会，要不这样，我把雨薇叫过来，咱们一起喝点。不用了，我起身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走出酒吧，我心中无比畅快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到公司就看到老王在等我。小林，昨天的事我想好了。老王神色兴奋，我同意你的投资，考虑清楚了，1000万，占49%股份，你担任技术总监。老王伸出手，合作愉快。我和老王握手，心中暗爽，这样一来，我就正式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大股东。老王，既然我投资了，公司就要有些改变。你说，首先我们要扩大规模，多招点技术人员。其次，我有个大项目，需要公司全力配合。什么项目？我故意压低声音。一个大型电商平台的技术外包，合同金额5000万。老王眼睛都直了。5000万？对，不过需要咱们公司有足够的技术实力，所以我们要先投入，把团队建起来。这当然是我编的，但老王深信不疑，毕竟我刚投了1000万，他觉得我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。中午，我正在办公室规划公司发展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宋雨薇。凌晨，你在哪里？宋雨薇的声音有些急切。在公司。怎么了？我能去找你吗？有些话想当面说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行，我在腾达科技。半小时后，宋雨薇出现在公司门口，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化了精致的妆，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。凌晨，她走到我面前，眼中有些复杂的情绪。找我什么事？我故意显得很忙碌。关于昨天晚上，我想说的是。宋雨薇欲言又止。这时，老王走了过来。小林，这位是我前女友。我介绍道。老王眼中闪过一丝理解。那你们聊，我先回办公室。等老王走后，宋雨薇才开口。凌晨，我昨天说的话都是一时冲动，我们能重新开始吗？我差点笑出声。昨天还说我是癞蛤蟆，今天就想重新开始。雨薇，你不是说我们不合适吗？我当时被陈浩轩迷惑了，现在我才发现你才是真正有潜力的人。宋雨薇走近一步。凌晨，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我冷笑。雨薇，如果我还是那个月薪5000的程序员，你会来找我吗？宋雨薇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我想不会。我继续说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是我的钱。不是的。凌晨，我承认金钱很重要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宋雨薇眼中泛起泪花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陈浩轩的法拉利停在了公司门口，他下车后径直走向我们。雨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陈浩轩看到宋雨薇，脸色很不好看。我来找凌晨谈点事。宋雨薇有些紧张。陈浩轩瞪着我。凌晨，你什么意思？雨薇是我的女朋友。我什么意思？我嘲讽地笑了。是她自己来找我的。雨薇，跟我走。陈浩轩想拉宋雨薇的手。不要。宋雨薇甩开他的手。陈浩轩，我们分手吧。陈浩轩愣住了。什么？分手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我还爱着凌晨。宋雨薇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真诚。我心中冷笑。爱我？他爱的是我的钱罢了。雨薇，你疯了吗？陈浩轩怒吼。他就是个穷程序员，我才是豪门少爷。他不穷。宋雨薇冷冷地说。
他比你有钱多了。陈浩轩不相信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比我有钱？他投资股票赚了几千万，还投资了好几家公司。华为要收购他投资的公司，出价3000万。宋雨薇一字一句地说。陈浩轩的脸彻底白了，他想起昨天在酒吧听到的那个电话，原来都是真的。就算他有钱，那又怎样？陈浩轩强撑着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是吗？我终于开口了，那昨天你为什么找我合作投资？还有，你那个房地产项目，是想骗我的钱吧？陈浩轩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我那是什么？是看我有钱了，想从我身上捞一笔。我步步紧逼。陈浩轩，你有什么资格说钱不是万能的？陈浩轩被说得哑口无言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宋雨薇看着陈浩轩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然后转向我，林晨，现在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了吗？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曾经我多么渴望听到这句话，可现在听来却如此讽刺。雨薇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好，我等你。宋雨薇满怀希望地看着我。凌晨，我会证明我的真心的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对系统说，第一阶段任务完成了。是的，宿主表现优秀，现在解锁商业天赋技能。顿时我感觉脑海中涌入了大量关于商业运营、投资理财、市场分析的知识，这些知识就像本来就属于我一样，融入了我的思维。下一阶段任务，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1周后，我投资的腾达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用系统资金招聘了20名顶级程序员，公司规模扩大了3倍。同时，我利用系统给我的商业天赋，成功拿下了3个大项目，总价值超过2000万。林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老王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公司现在的发展速度简直是火箭般的。现在老王见到我都要叫林总了，毕竟我是大股东。这只是开始。我淡淡一笑，老王，我准备成立一个投资公司，专门做风险投资。投资公司？对，现在科技行业发展很快，有很多初创公司需要资金，我们可以投资那些有潜力的项目。这当然是我的下一步计划。有了系统的帮助，我能准确判断哪些项目会成功。正说着，秘书小张敲门进来，林总，外面有位自称是天成集团董事长的先生想见您。天成集团，那不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吗？董事长亲自来见我，请他进来。几分钟后，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，他穿着昂贵的西装，举止优雅，一看就是成功人士。林总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陈天成。陈天成，这个姓氏。你好，陈董，请坐。我客气地说。陈天成坐下后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林总，我今天来是想和您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我听说您最近投资很成功，手头资金充裕，我们天成集团有个大项目，需要找合作伙伴。我心中一动，什么项目？市中心那块地皮，政府准备开发成商业综合体，总投资10个亿，我们天成负责开发，但需要合作伙伴提供部分资金。10个亿的项目，这确实是大手笔，需要多少资金？3个亿。陈天成看着我，当然，利润分配会很丰厚。3个亿，我现在账上只有8000万，资金还不够。不过，陈董，能冒昧问一下，您和陈浩轩是什么关系？
陈天成一愣：“您认识浩轩？他是我儿子。”果然如此，陈浩轩的父亲亲自来找我合作，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陈董事长，这个项目我很感兴趣，不过3个亿的资金，我需要时间筹备。没问题，林总。陈天成递给我一张名片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您考虑好了，随时联系我。等陈天成走后，我陷入了沉思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为什么要亲自来找我合作？答案很简单，陈浩轩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父亲，一个能够快速致富的年轻人，确实值得这些商界大佬关注。系统有没有办法快速获得更多资金？宿主可以通过股票投资快速增值，系统将提供准确的股市信息。那就开始吧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在系统的指导下进行股票投资，每一只股票都踩中了涨停板。短短3天时间，我的资产就从8000万涨到了2个亿。这种赚钱速度简直比抢银行还快。第4天，宋宇威又来找我了。凌晨，我听说天成集团的陈董事长亲自来找你合作，他眼中满是震惊。消息挺灵通啊！我继续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票走势。凌晨，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宋宇威忍不住问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怎么？很重要吗？我只是好奇。宋宇威有些紧张，毕竟连陈天成都要亲自来找你合作，不多，也就2个亿左右吧。我轻描淡写地说。宋宇威差点站不稳。2个亿？这几天炒股又赚了点。宋宇威彻底震惊了，从月薪5000到身家2亿，这种逆转简直是奇迹。凌晨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他眼中满是崇拜。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我心中冷笑，现在又说我不是普通人了。当初退婚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？宇威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果没事，我要工作了。凌晨，我想问你，我们的事。什么事？我装作不明白。宋宇威咬了咬嘴唇。我们能重新在一起吗？我发现我真的离不开你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陈浩轩。我接通电话，喂，林哥。陈浩轩的声音异常热情。今晚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林哥，这个称呼的变化真是有意思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爸想和您深入谈谈合作的事，还有关于宇威的事，我想我们也需要聊聊。好，时间地点你定。挂了电话，我看到宋宇威紧张的表情。是陈浩轩？他问。他想谈合作。我故意停顿了一下。还有关于你的事。宋宇威脸色一变。凌晨，你不会什么？不会因为他们有钱就选择他们吧？宋宇威眼中闪过担忧。我差点笑出声。现在轮到他担心我被别人的钱收买了。宇威，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？不是。宋宇威松了口气。我相信你。晚上7点，我准时出现在云顶餐厅，这是全市最高档的餐厅，人均消费2000以上。陈天成和陈浩轩已经在包厢等我了。林总，欢迎欢迎。陈天成起身迎接，态度极其热情。陈董客气了。我坐下后，发现陈浩轩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林总，今天请您来，一是想详细谈谈合作的事，二是想为浩轩之前的无礼道歉。陈天成端起酒杯，陈董太客气了，年轻人嘛，有点冲动很正常。我也端起酒杯。陈浩轩这时开口了。林哥，之前的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向您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。我淡淡地说。陈董，咱们还是谈正事吧。
接下来1个小时，我们详细讨论了合作事宜。陈天成的项目确实很有前景，而且他开出的条件也很优厚。林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陈天成问。项目不错，我同意合作。我点点头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您说？我要占项目30%的股份，并且担任副总裁，参与项目的重大决策。陈天成愣了一下，按照他的想法，我只是出钱的金主，不应该参与管理。这个，林总，您没有房地产行业的经验。陈董，您觉得一个能在短时间内从穷小子变成亿万富翁的人，会缺乏商业头脑吗？我直视着他，陈天成被我的气势镇住了。您说的对，那就这样定了。签完合作协议，陈浩轩终于忍不住开口：林哥，关于雨薇的事，怎么了？他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，说要和我彻底分手。陈浩轩苦着脸，他说他爱的是您。我心中暗爽，表面却很平静。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林哥，您是不是还爱着他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。爱吗？曾经是爱的，深爱，但现在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避开了这个问题。陈浩轩松了口气，那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您要和他复合呢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说实话，雨薇这个女人太现实了，她现在追您，完全是因为您有钱。陈浩轩一脸苦涩，他以前追我，也是因为我家有钱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连陈浩轩都看出来了，宋雨薇接近我的真正目的。你对他了解很深啊。我说，交往这么久，我还能不了解他？陈浩轩苦笑，他这个人永远只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选项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回想着今晚的对话。陈浩轩的话虽然难听，但却是事实。宋雨薇真的爱我吗？还是只是爱我的钱？第二天早上，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手机就响了。凌晨，是我。宋雨薇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。我知道你现在很有钱，我也知道你可能觉得我很现实。宋雨薇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但是凌晨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在订婚宴上说的那些话，后悔伤害了你，后悔差点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宋雨薇开始抽泣。凌晨，我知道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的心意是真的。听着他的哭声，我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让他后悔，让他痛苦。可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快乐？雨薇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。宋雨薇突然提高音量。凌晨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天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你的影子。我发现我根本忘不了你。那当初为什么要退婚？我忍不住问。宋雨薇沉默了很久，才小声说，因为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贫穷，害怕过苦日子。宋雨薇的声音颤抖着。凌晨，我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，我不知道没钱的日子该怎么过，所以当陈浩轩出现的时候，我就选择了他。我替他说完。是的，宋雨薇哭得更厉害了。可是和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才发现，没有爱情的生活比贫穷更可怕。凌晨，我宁愿和你一起过穷日子，也不想和不爱的人过富裕的生活。这番话听起来很感人，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凌晨了。雨薇，如果我现在还是那个月薪5000的程序员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宋雨薇被问住了。你不用回答，我们都知道答案。我叹了口气。雨薇，有些东西错过了
就是错过了。不，凌晨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宋雨薇几乎是在恳求，我会用余生来弥补我的错误。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挂了电话。看着窗外的城市，我突然感到一阵空虚。我得到了金钱，得到了地位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，可为什么内心却如此空虚？系统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复仇吗？宿主似乎对结果不太满意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苦笑，我以为看到他后悔会很爽，可实际上您发现，复仇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。系统说，宿主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让别人后悔，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好。系统的话让我陷入沉思，也许我的方向错了。1周后，就在我准备调整心态，专心发展事业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林总，不好了！老王冲进我的办公室，脸色极其难看。怎么了？我们公司的几个大客户突然要解约。老王的声音都在颤抖。他们说发现了我们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皱起眉头。他们说我们的系统存在安全漏洞，可能泄露用户信息。这不可能！我立即反驳。我们的系统是我亲自设计的，绝对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。可是他们有证据。老王拿出几份文件，这些是技术报告，上面明确指出了漏洞位置。我仔细看了看报告，心中越来越愤怒。这些所谓的漏洞，明显是有人故意伪造的。还有呢？我问。更糟糕的是，银行那边突然要求我们提前还贷。老王的脸色更加苍白，说是我们公司的信用评级下降了。我明白了，有人在背后搞鬼，而且手段很专业，很系统。老王，你先去稳定员工情绪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等老王走后，我立即开始调查。凭借系统给我的商业头脑，我很快就找到了线索。所有的攻击都指向一个方向，陈浩轩。我拿起电话，直接打给陈浩轩。林哥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陈浩轩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得意。陈浩轩，是你搞的鬼吧？我开门见山。林哥，您这话我就不懂了。什么搞鬼？别装了，技术报告是假的，银行施压也是你们家的关系。我冷冷地说，你想干什么？陈浩轩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突然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，被发现了。凌晨，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？你疯了？疯？我才没疯。陈浩轩的声音变得狰狞。凌晨，你以为有了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？你知道我们陈家在这个城市有多大的影响力吗？我心中一沉。确实，陈家在本地经营几十年，关系网极其复杂。如果他们铁心要对付我，确实很麻烦。你想怎样？很简单。陈浩轩的语气充满恶意。离开这个城市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还有，把宋雨薇还给我。做梦，做梦！陈浩轩冷笑。凌晨，你以为我只有这点手段吗？告诉你，这只是开始。如果你不识相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绝望。挂了电话，我陷入沉思。陈浩轩说的没错，在这个城市，陈家确实有足够的能量搞垮我，但我不会屈服。系统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宿主可以选择正面对抗，也可以选择迂回策略。迂回策略，离开这个城市，去更大的平台发展。以宿主现在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立足。这个建议很实用，但我不甘心。凭什么我要逃跑？正在我纠结的时候，宋雨薇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凌晨，我听说公司出事了。他脸色焦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陈浩轩给我打电话了。宋雨薇咬着嘴唇，他说
他说如果我不回到他身边，就要彻底搞垮你。我看着他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宋雨薇走到我面前，握住我的手。林晨，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宋雨薇眼中闪过痛苦。我回到他身边，让他停止对你的报复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不管他的动机如何，至少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选择了保护我。不用，我坚决地说，我不需要这种保护。可是林晨，雨薇，如果我连保护自己女人的能力都没有，那我还算什么男人？我站起身，眼中燃起斗志。陈浩轩想玩是吧？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看着我坚毅的表情，宋雨薇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林晨，你变了。怎么变了？变得更像个男人了。宋雨薇的眼中涌起泪花。以前的你虽然善良，但太软弱，现在的你让我觉得可以依靠。我轻抚她的脸颊。雨薇，不管你以前为什么选择他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，真正的复仇不是让对方后悔，而是让自己变得强大，强大到所有的敌人都不敢小觑，强大到可以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系统，我不逃跑，我要正面迎战。宿主确定吗？这样做风险很大。确定。我眼中燃起火焰，是时候让这个城市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了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展开了全面反击。首先，我动用所有资源调查陈浩轩的黑材料，有了系统的帮助，我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致命弱点。原来陈浩轩一直在做地下钱庄的生意，为一些灰色产业洗钱。这些证据一旦曝光，不仅他要坐牢，连陈天成的生意也会受到重创。其次，我联系了几家大型投资公司，准备引入外部资本。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，陈家的威胁就不算什么。最关键的是，我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，市长的女儿李雪。李雪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回国，正在寻找投资项目。她对我的科技公司很感兴趣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讨厌陈浩轩这种依靠家庭背景横行霸道的人。林总，您的商业模式很有前景。李雪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。我决定投资2000万，占公司20%的股份。有了李雪的支持，我的腰杆更硬了。陈家在本地势力很大，但比起市长还是差了一个级别。第4天，陈浩轩坐不住了。林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他在电话里咆哮。你竟然敢调查我？怎么，怕了？我嘲讽地笑了。陈大少爷，做了亏心事就别怕鬼敲门。你有什么证据？陈浩轩的声音明显虚了。证据？我冷笑。地下钱庄的账目、洗钱的转账记录，还有你和那些黑道老大的通话录音，这些够不够？电话那头一片死寂。过了好久，陈浩轩才开口。林晨，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我直接拒绝。陈浩轩，游戏结束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将所有证据交给了相关部门，同时我还把证据副本发给了几家媒体。第2天，新闻爆炸了，豪门少爷涉嫌洗钱被捕，陈氏集团太子爷的黑金帝国从豪门到铁窗的堕落，各种标题充斥着网络和报纸。陈浩轩被警方带走，陈天成的生意也受到严重冲击。看着新闻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就是我要的结果吗？这时，宋雨薇走进办公室。凌晨，你真的做到了。她看着我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
你不高兴？我问。我不知道。宋雨薇坐下，看到陈浩轩的下场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可怕。可怕？是的。宋雨薇看着我，以前的你虽然穷，但很善良；现在的你虽然成功了，但变得让人有些害怕。我沉默了。确实，为了复仇，我已经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。雨薇，你后悔了？不是后悔，是担心。宋雨薇走到我面前。凌晨，我担心你会在复仇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迷失自己。她的话让我陷入深思。这段时间，我确实变了很多。为了变强，为了报复，我已经不择手段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放下吧。宋雨薇轻抚我的脸颊。凌晨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现在的你不需要再通过报复别人来证明什么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陈天成。林总。陈天成的声音很疲惫。能见个面吗？1个小时后，我在咖啡厅见到了陈天成。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商界大佬，现在看起来苍老了很多。林总，我想为浩轩的行为道歉。陈天成深深鞠躬，是我教子无方，让他走上了错路。看着这个老人的模样，我心中的怒气消散了大半。陈董，您不用这样。不，我必须道歉。陈天成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愧疚。浩轩从小被我宠坏了，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次的事情是他咎由自取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林总，我今天来是想问您一个问题。陈天成看着我，您能原谅浩轩吗？原谅？我苦笑。陈董，他差点搞垮我的公司，您觉得我应该原谅他吗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。陈天成叹了口气，但是林总，浩轩虽然犯了错，但罪不至死。您手里的那些证据一旦全部曝光，他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看着这个为儿子求情的父亲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陈董，您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您是个成功的商人，更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陈天成真诚地说，否则宋小姐也不会这么爱您。听到他提起宋雨薇，我心中一动。陈董，我可以考虑不再追究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陈浩轩必须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另外，他要离开这个城市，3年内不许回来。陈天成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点头，我答应您。看着陈天成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释然。复仇到此为止吧，再继续下去，只会让自己也变成怪物。当天晚上，陈浩轩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公司。凌晨，我来道歉。陈浩轩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嚣张。你想说什么？对不起。陈浩轩深深鞠躬，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因为嫉妒就对你进行报复。嫉妒？是的，嫉妒。陈浩轩苦笑，我从小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，从来没有人比我更优秀。可是你的出现，让我第一次感到了挫败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。一个月薪5000的程序员，竟然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，这让我意识到，真正的能力和出身无关。所以你就要毁掉我？我承认，那是我最卑劣的想法。陈浩轩惭愧地低下头。凌晨，我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看着他真诚的道歉，我心中的恨意彻底消散了。陈浩轩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学到东西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希望你能记住这次的教训。陈浩轩眼中闪过感激，谢谢你，凌晨，我会的。第2天，陈浩轩离开了这个城市。
临走前，他把宋雨薇的所有东西都还给了我。他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我。他苦笑着说：“凌晨，好好珍惜它。”3个月后，我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。腾达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0名员工的大公司，市值超过10亿。我投资的其他项目也都获得了巨大成功，个人资产已经突破50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彻底看清了宋雨薇的真面目。凌晨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这天晚上，宋雨薇坐在我身边，神情有些紧张。什么话？关于我们的未来。宋雨薇看着我。凌晨，我想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这个问题让我沉默了很久。爱吗？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占有欲了。雨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爱我，但不是以前那种单纯的爱了。宋雨薇淡淡一笑，现在的你更多的是想要征服我，证明自己的魅力。他说得很对，现在的我确实变了。那你呢？你爱我吗？我反问。我也不知道。宋雨薇诚实地说，我承认，最初回到你身边是因为你变得有钱了，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我发现我欣赏现在的你。欣赏？我苦笑。雨薇，你永远不会真正爱上一个人，你爱的只是利益。宋雨薇脸色一变。凌晨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们结束吧。我平静地说，我们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，只有利益交换。凌晨，宋雨薇激动地站起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为什么不能？我冷笑。雨薇，你自己说的，你不确定这算不算爱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宋雨薇眼中涌起泪花。你真的这么绝情吗？不是绝情，是清醒。我站起身。雨薇，你找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吧，我们不合适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所有任务，检测到宿主已经彻底放下过去，获得真正成长。是的，我确实成长了。我在心中回应。宿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专心事业，帮助更多的人。1年后，我成立了晨光慈善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像我曾经一样处于人生低谷的年轻人。在一次慈善活动中，我遇到了她，苏晴。苏晴是一名支教老师，刚从山区回来。她没有化妆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但眼中的纯净让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她。林总，感谢您对山区教育的支持。苏晴走到我面前，真诚地说，那些孩子们收到书籍和文具后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应该的。我看着她，心中涌起一阵温暖。苏老师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能够帮助孩子们是我最大的快乐。苏晴笑得很甜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感染了我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们经常因为慈善活动而见面。每次见到她，我都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真和美好。与宋雨薇的精于算计不同，苏晴的世界很简单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凌晨，你为什么要做慈善？有一次，苏晴好奇地问我，因为我曾经也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我真诚地说，我希望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能够感受到温暖。苏晴眼中闪过感动。你是个好人。不，我只是在赎罪。我苦笑。以前的我为了复仇做过很多不好的事，但你现在不是在用善良弥补过去吗？苏晴认真地说，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过去做过什么，而在于现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他的话让我深受触动。是的，过去的我也许有很多不完美，但现在的我
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半年后，我鼓起勇气向苏晴表白。苏晴，我知道我们的身份差距很大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苏晴脸红了。林晨，你确定吗？我只是个普通的老师，没有显赫的出身，也没有惊人的美貌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喜欢你。我轻抚他的脸颊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——善良的心。苏晴流下了眼泪。林晨，我也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财富，而是因为你的人品。1年后，我们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没有名流显贵，只有我们资助过的孩子们和一起做慈善的朋友们。老王作为证婚人，感慨地说：“小林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真为你高兴。”婚礼结束后，我和苏晴站在学校的操场上，看着夕阳西下。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凌晨，你后悔吗？苏晴问。后悔什么？后悔娶了我这个没钱没势的女人。我笑了。晴儿，你错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富有的女人。富有？是的，你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，一颗纯善的心。我吻了吻她的额头。而且，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苏晴羞涩地笑了。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？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对方的财富地位而爱，而是因为对方的品格和心灵而爱。我紧紧抱住他。晴儿，谢谢你让我重新相信爱情。夕阳西下，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那个曾经被退婚的穷小子已经死了。现在的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个懂得珍惜真爱的男人。至于宋雨薇，听说她最终嫁给了一个暴发户，过着她想要的富太太生活。但据朋友说，她并不快乐，而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也承担了相应的后果。我得到了真爱，他得到了金钱。只是我的真爱让我快乐，他的金钱却让他空虚。这就是选择的代价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